我们在看中国，它在“十五五”计划里面最重要的是内需，并不是外销。为什么？因为目前民间 consumption 占 GDP 的比例是40%，一个已开发的国家大概是60%左右，所以它有很大的空间要把消费要带上来。那人民币升值符合这个原则，然后也符合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大架构。我们也知道说 ，Fed 它新的 chair 会用各种不同的说法，会把息会降下去。它为了要降息，它必须要做所谓的 QT， 就是 QE 的倒反，要回到美国需要发超长债、公债，请中国来认养，要回到以前过去的关系。最近看到中国大陆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最新公布了23号这个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是1美元兑换人民币6.9929元，调升了90个基点。这也是时隔大约32个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呢再次突破了7.0。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策略分析师叫缪延亮，他认为人民币呢当前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还比较小，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储备地位存在的历史新机遇。而这个《金融时报》也分析说，2025年呢，中国大陆经常账的盈余可能会创出历史新高，这个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支撑力道。比较大规模的中国大陆经常账这个账户盈余呢，渴望能够继续提振2026年的人民币汇率啊。所以西方媒体之前也曾经预言过，说2026人民币将会有强烈的支撑力道。这是不是就等于宣告了美国之前不管怎么样技术的关税也好，地缘政治的打压呢，都影响不了人民币的走势？安阳老师，你觉得？第一个，人民币会走升哈。在这个美国关税新世界的一个架构下哈，它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当然是让美国的制造业复兴，第二个目的就是美国还是最终要平衡它的这个贸易哈。那所以关税只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是美元会贬值，但是不影响美元准备货币的一个国际的地位哈。那我们在看中国，它在“十五五”计划里面最重要的是内需，并不是外销。为什么？因为目前民间 consumption 占 GDP 的比例是40%，一个已开发的国家大概是60%左右，所以它有很大的空间要把消费要带上来。那人民币升值符合这个原则。然后也符合人民币国际化哈这个大架构。那另外在美洲贸易战里头，因为加了关税以后，还有在美国投资以后，美国会有一些通膨，但是中国因为产能过剩，它反而因为降本增效，它反而有一些通缩。那我们也知道说 ，Fed 它新的 chair 会用各种不同的说法，会把息会降下去。它为了要降息，它必须要做所谓的 QT， 就是 QE 的倒反。那这个会回到什么状况呢？要回到美国需要发超长债、公债，请中国来认养，要回到以前过去的关系，就是说美国开始会需要中国来仰赖，买它的公债，因为自己的 Fed 不能去做那个角色了。那这个是回到20年前的2个人的关系，就是说美国金融风暴以后，美国发现自己可以发债。自己可以买债，我不需要中国。对，可是它会回到20年前以前的关系，所以也就是说，人民币必须要走升，才会去比较划算买美国的公债。所以长期来看，我认为人民币会走升到6，那人民币的这个购买力会更强。OK， 所以您刚刚特别提到，是尤其在2026要观察重点就在于中国大陆会全力的拉抬它的内需市场，这个部分是毋庸置疑的。应该正确来说，未来5年，这是一个大方向、大趋势。OK， 整个大趋势。然后未来5年的大趋势，就亚洲的货币相对于美元会升值。OK， 中国大陆不断在拉抬自己的经济力道，这次也听到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面，中国大陆国务院的副总理主管经济的这个何立峰，在演说当中，他也再次的重申，他说大陆会继续的对外开放。表示呢，中国大陆不仅愿意作为世界工厂，更愿意成为世界的市场。但何立峰也说在很多状况之下，其实是中国想买，但对方不愿意卖意有所指的是什么呢？令人吃惊的是呢，这个美国财长 Bessent 最近也透露，他说中方呢已经履行了购买大豆的承诺，而美方期待中方在2026年购买大约要2500万吨的大豆。Basin 也表示，中方的稀土金属供应按照预期进行中，交付率90%以上，这相当令人满意。
好，现在看起来好像开年才第1个月，那么大豆稀土的问题啊，似乎是摆平了，真的是如此吗？中美双方现在在形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氛围啊？我们怎么观察？是因为达沃斯论坛一般国内媒体会翻译成世界经济论坛，只不过因为在瑞士的滑雪圣地达沃斯举行，所以也有会称为达沃斯论坛。那么我们从中美两国的这个高阶官对来看，基本上还是抱持友善态度了哈。不过我们会综合媒体的报道，会把它归为外交辞令，因为不要忘了4月前后会有川习会，总是要营造一个友好的氛围来铺陈未来的川习会。那特别是里面提到说有2点，刚刚荣友特别提到，这个美方需要中方啊这个履行大豆买卖的契约，好，那特别要跟观众朋友报告，就是说2025年的配额是1200万吨，好，那希望2026达到2500万吨嘛。那经我查核呢，最盛期是4000万吨，所以即便如此，离巅峰时还是有一段距离。那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同时也是最大的进口国。那美国的大豆呢，光中国就吃掉了大概将近1/4。不过中国这些年来做一个风险的管控，多元的进口，包含阿根廷、巴西都有进来，所以这一点必须这样解读，也就是说达标，但是呢没有达到过往的巅峰。那此外呢，稀土方面呢，虽然现况来看也有履行承诺的交付，但是呢，未来会不会如此？会不会变成另外一种卡脖子的手段，变成中国的一个杀手锏？这有待进一步观察。那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个何立峰讲到说，中国想买，对方不愿意卖。其实前面他还讲一句话了，中国不会刻意营造贸易顺差。那2025年的中国贸易顺差达到1万亿美元。那1980年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还贸易逆差10亿美元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主要是中国制啊，Made in China的东西价廉物美，很多国家用得很高兴。是。好，那但是呢，又担心出口高阶的这个物品，这个让中国呢获得更强壮的一个工业基础。那什么东西美国不想出口到中国呢？第一个，这个像艾斯摩尔这些光刻机等等啊，这些美欧诸国不想卖。再来就是半导体的先进制程，还有航太科技的这些发动机，比如说中国商飞 C919就因为被卡脖子居不想输入发动机，让它出货大为减少。我想这个地方都可以值得再观察。对，2026开年才1个月哈，已经快要结束了。那看起来这第1个月似乎是有稍微缓和，因为今年对于美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美国知道，大家知道今年有非常重要的其中选举哈。那大使又是怎么看着2026开年是中美双方在经济上面交手的这个起手式？起手式应该算是还是一个握手言和的一个状态了。那而且是双方尽力在维持各种的这种矛盾中间的一个平衡。那当然就是说，2025年10月在吉隆坡的上一轮的经贸谈判，双方已经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成果。那这次何立峰跟这个贝森特见面其实就在 compare note， 就是说大家对于彼此承诺事项实践的情况如何？那甚至有人就比较乐观说，可能2、3月第6轮的中美经贸磋商可能还会举行，以便在为4月川普到中国大陆访问奠定一个平衡和缓甚至有这个正面迹象的一个两国关系，把毯子先铺平一点。铺平那当然就是说，今年美国是大选年，所以它比较容易受到这个经济情势的影响。那这个不是大选，就是期中选举，也算是重要选举那它必须在经济上维持能够好。如果不能够有斩获的，也要维持一个平衡。那这个中间，中国大陆扮演很大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农产品还有这些产业界上面中国大陆抓了2个很重要的牌，一个就是农产品采购，另外一个就是稀土的供应的这种顺畅。所以这2个牌让川普看到了威胁，也看到了机会。那如果中国大陆在这个农产品方面给予美国比较多的这些采购，对川普的选情是有帮助的。所以整个2026年开始我觉得美国考量的就是川普的今年2026的期中选举，还有他4月份要去中国大陆访问的那个气氛的营造。对，所以算是很乐观，很乐观。那中国大陆今年的可能就是15-5的开年，那也会集中在经济上面。
所以双方在经济上我觉得还是中国大陆一句老话比较接近事实，就合则两利。对，斗则俱伤。那所以如果有人期望今年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关系是动荡的话那么各方面是冲突大于妥协的话，那我想这样子的想法人一定会失望。对，确实这个对于中美两强来说，今年如果还是像去年2025要斗得这么凶的话，其实对双方都不太好。那当然，这个美国波士顿顾问公司在这个时候也提出了他们的一个观察，说各国未来在贸易领域方面的去美化，值得大家来进一步的探究。那这个去美化呢，使得美国到2034年在全球商品贸易中的占比可能从12%降到9%。德意志银行全球货币研究的主管叫做 George Saravoulos， 他就分析呢，他说欧洲拥有格陵兰，也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那欧洲国家持有大约8兆美元的美国国债跟股票，是世界其他地区总和的2倍。当然，这个因素呢也被认为这次川普呢在格陵兰议题上面，本来说要课欧洲200%的税，关税但是后来又插口的这个原因这个其中之一就是因为欧洲很多国家拥有大量美债。好，所以外国所持有的庞大美债，真的就是美国现在非常膈应的软肋吗？潘老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提到所谓的稳定币就是有所谓的 USDC，它是在美国境内，银行跟信用卡它都会跟它接轨，它受美国政府接管。那 USDT 呢，它是在美国境外，它可能是跨境也好，黑市也好，它是非美国监管。那因为 USDC 跟 USDT 它会越来越普及，它会让美元的使用率增加，而它又是 link 美债。所以它反而是有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就让以前是央行机构在买美国公债，变成世界的人民会去拥有一个美国公债，反而让这世界从以前的黄金美元是为了储存，石油美元是为了采购，到现在的数位美元让它普及化。那美国呢是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也是全世界最强的军事国，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发生过的。那过去美国是发美债拿外国人的储蓄维持美国人的购买力，它是一个贸易赤字。现在美国开始课关税，还是拿外国人的储蓄到美国来设工厂投资，然后呢，再让美国的商品可以卖到全世界，它是个贸易红字。所以它为了要平衡贸易，最后美元还会做一个贬值，但不影响它准备货币的国际的地位。所以说，这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借美元的人他反而很开心，因为他还的钱变少了。那有美元资产的人也很开心，因为在美元计价中，你反而升值了。是我进一步追问您，就是说，因为美债的这个风险，就是担心美债的疑虑，包括刚刚提到了受制于人美国一直在推动，就是希望把稳定币然后纳入在未来的全球金融体系，这个部分的理想算盘有可能实现吗？对，第一个它已经在发生了，就是说，因为稳定币在美国境内，因为它的交易成本相对于传统的 SWIFT 这种系统，对，它成本太低了，所以说它在境内已经在发生这个事情，境外也在发生中，也是一样的一个逻辑性，所以就是它用普遍性维持美元的流动性，那反而从美国角度来讲，以前你还要买印钞机，还要买纸。还要把它印出来，一张100块美元的成本是1块钱美金，现在的成本更低了。对，所以其实说穿了就是美国的如意算盘，就是希望维持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在货币当中的霸权地位。未来大国之间的竞争不只是在科技这个领域在金融更是我们要聊的是稳定币。最近各国呢纷纷有意开放稳定币的推行，包括台湾这边也看到尽快打算要跟进。玉山科技协会理事长，也就是和硕的董事长童子贤，他对于稳定币跟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他倒是有比较不一样的看法，他持保守看待。那他特别以南海泡沫危机，还有呢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事件作为例子提醒大家，稳定币恐怕会造成更大的风险。好，回到稳定币本身来看这个美国的 Genesis 法案呢，把稳定币还有美债是绑在一起。那么过去呢，稳定币多半是被认为说是加密货币市场当中的工具型的资产。
但是随着这个法案的落地呢，它的角色发生质变啊，稳定币不再只是交易的媒介，而是逐渐成为了美元的数位形态。这是金融相关的专业，请教一下，专业的安雅老师，这个稳定币啊，现在大家在看是说，它有办法改变整个全球支付的交易体系吗？因为最近也有媒体也报道说，未来只要是你可以去支付的，包括什么学费啦、什么相关的生活费用，你都可以用稳定币来支付。包括连现在企业之间做的这个贸易啊，也都有买方要求卖方是用稳定币来做交易。好，那这个体系会怎么改？第一个，这是一个美国独强的一个结果哈。第一个，我们把它分成境外的美元跟境内的美元。境外美元的稳定币，就本来美元就在市场上在流窜，包括有黑色的交易等等。那基本上你等于说是从实体的美元变成上一个 grid。那基本上所有的交易反而可以被 monitor。那当然，如果有一些不对的交易的时候，随时可以把它 cut off。但是事实上，本来就有在交易的行为，它自然在境外只是把它电子化。在境内的话，当然会变成一个监管。那所以境外是不 guarantee， 境内会是高度监管，很安全。但是最终稳定币它还是要去流到 US Treasury。那 US Treasury 的话，基本上就是等于说某种程度来，世界的财富被收刮进来，就是说世界上本国的货币，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grid， 会跑到上一个 grid， 跑到美元系统里头。所以美元从以前的黄金美元是个库存的概念，到所谓石油美元是个流通的概念，转到数位美元，它基本上是个数字的概念。美国连印钞机都可以省掉了，可以维持绝对的美元霸权。而这个概念又是什么概念？就美元以前它是要一个 wholesale 的概念，央行 institution 去买 US Treasury， 现在是个 retail 的概念，全世界的人只要你有办法开到户，你基本上就有办法 access 到美国的国债，所以美国国债永远不可能倒。为什么？因为就像 California Hotel， 你把钱进去的时候是小钱进去，你要钱出来回到实体的时候，你要大钱才能出来，那门槛对你来说，一般人不会想去做这个事情，所以 check in 进去容易 ，check out 出来比较难，所以它维持到绝对的美元霸权。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稳定币就是解决了美债的风险跟问题。可是现在看到这个全球很多地方都开始在往这个方向去推，就是推这个稳定币。你刚刚特别提到，其实它的目的还有一个背后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的霸权，是这样。这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原来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掉下来？就是说，美国 QE 之后的时候，财政部发美国国债，这个美国央行自己买就好，他根本不需要中国央行去买，他根本就把中间的这个循环就把它踢掉了。现在我们用这个所谓的稳定币。那美债发了，全世界的人民可以去买，全世界的实体货币输入到美国的数位美元，再流向到美国的公债，美国再也不需要世界的央行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们之前聊到稳定币的时候，我特别，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有曾经提到说，稳定币未来有可能变成是美债的最大买家啊。哇，这不得了！因为现在这个最大买家是中国大陆嘛，对不对？那所以美国的财政部长就是 Bessent， 他也曾经公开表示说，稳定币能够新增3兆美元的美债买盘哦。台湾的媒体财讯就分析说呢，有一批这个国家，比如说他们的通膨比较严重，货币不稳啊，所以他们人民就赶快想要买这个美元来保护资产。像是奈及利亚、阿根廷、土耳其啊，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他们的本能反应就是呢，当这个货币的不稳定的时候呢，赶快把手上自己国家的货币赶快换成美元来保值。那这些经济体的 GDP 加总起来，大约算了一下是9兆美元。还有，如果再加上规模庞大的黑市交易，每年这个它的市场规模大概是有21兆美元哦。这些恐怕都是美元稳定币的最大的爱用者。所以，关于创造美债新需求这件事情，大使怎么看？对，其实美元还是大，它的信用还是它的流通性，它的信用还是相对上是国际上各种这种法定货币最高的嘛。那刚刚这个安逸讲得很清楚啊，你现在就是说你一般要取得美元哈，那还有大量的美元的话，你过去还有美债的话，你可能就外国的购买来讲的话，它不是那么容易。
就美国本地国内市场，因为美债很多还是美国的这些投资者美国人在买的。那你外国人你要取得美金你要取得美债你要购得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可是你现在透过这个所谓的数位化的方式取得的话，那你的那个方式，那你的那个中间的这个手续简单的多了。你要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你要拿到美金，你要跑黑市去买对不对？黑市价格、反正价格不是那么容易可是你如果在线上，你透过这个数位的方式来取得这个美金化，又有美金的，美国现在的这个稳定币又是用美金做什么法定货币作为担保，它是1:1的，所以呢就变成你可以免除很多中间的剥削，黑市的剥削，所以我认为当然就是说它的便利性强了。那本来这些国家很多国家它自己的政治不稳定的时候，他们这些有钱人或者想要逃难人，第一个就是要拿美金对，全世界只认美金不要不然就拿黄金黄金的兑现率可能它流动性还没有你这些美金那么方便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美国来讲是吸收这些外资外国人那么外国的需要的人不是机构性的了，甚至是个人性的他都把他的管道，他把他管道把它变得门槛变得非常低，管道非常的方便，所以你说会不会增加美债的这个美元的这个流通性，美元的这个使用的量，当然会大量增加。所以大使刚刚点到了一个风险的问题因为有机会也一定有风险所以从风险这个层面角度来思考的话，安阳老师，因为创造许多国家美债的需求，然后用稳定币去买美债，那会不会也增加了更多的干预？但是你刚刚特别提到说，其实它的那个监管是非常的严密的所以中间这个关联性怎么看？有境外跟境内。境内美国要保护美国人民，境内要高度监管。境外本来美元就有黑市在到处乱窜，有卖毒的，卖什么的东西。那今天这些本来就是用纸钞在流窜，你现在反而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上线了以后，那随时他们还可以继续流通。可是本来是用美元的纸钞在窜来窜去，现在是上去，你看得到这些交易，随时你今天想要停止那个行为的时候，你还有非常好的手段可以停止它。所以境内跟境外不一样，但是最终即使它在流窜，如果它是维持美国国债的流通性，黑市永远存在，不会改变它。你的意思就是说，钱不管是黑的白的，反正它都是钱，对不对？它是在市场上面流通，维持它这个货币的霸权，这是美国最想要达到的目的。我的意思是说，黑市的存在它永远会存在。那黑市变成白市，这个的过程是白市决定你要多少变成白市。那在这个过程之中的时候，反而现在因为数位的手段，你还有机会不断 control 了白市，也 control 了黑市。这就是一个 money game， 一个金钱游戏的结构那 Ross， 你觉得因为现在当然美国不断去推稳定币，然后虽然看起来似乎是正面多于负面，可是呢，大家也在讨论是它的风险，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大陆这边呢，人民银行则是重申仍旧是坚持对虚拟货币的禁止性政策。对于这个虚拟货币，中方反而是比较持保留甚至是反对的态度而且还强调会持续的打击虚拟货币相关非法的金融活动，特别就点明了就是稳定币有风险的。中国大陆的央行人民银行呢也指出呢，所谓的虚拟货币并不具有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也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所以对稳定币的态度，北京方面是希望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互动，来看待，或者是说北京其实也希望能够打出他们自己打造的一条虚拟货币道路。目前对虚拟货币的态度是非常强硬，这个短期之内不会改变了。但是这个对虚拟货币的态度是不同对稳定币的态度一模一样。所以或许以后还是会有国内的中国大陆国内的稳定币，这个应该会有了，这个时间的问题了。很多人认为这个不管是虚拟货币或稳定币的，
它本身是为了要绕传统的金融体系，包含主管机关的控管。但是中国人口那么大，其实很多人会为了方便用一个稳定币，其实是还是有透过传统的金融体系，或者还是在中国主管机关的控管监管的范围之内，很多人还是会使用了。所以如果以后中国有稳定币的话，我相信还是会，第一很多人会使用，而且很有可能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付款平台。我们都知道，中国在最近10年之内，从付现换成线上付款，对不对？用各式各样的电子支付，对，电子支付了，就是中国人的接受度是又快又高了，对不对？所以如果真的有稳定币的话，我相信在中国会非常非常成功的，但是还是会在主管机关的能够监督的范围之内，我们这个不会放弃了。当然，中国主管机关不会放弃。所以它会有一个中国版的，就是 for 中国版未来的稳定币的自己自有的一套区块链的这样的一个 system，一个 ecosystem 生态体系。是对，而且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搞好中美关系的话，可以请川普家族来帮忙，因为他们今年也是投资各式各样的货币企业，对不对？所以可以请川普几个儿子来帮忙啊，这个川普会非常非常高兴。因为就可以赚一笔，不是吗？是不是这样的？川普一直认为赚中国的钱也是 OK 的。OK，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刚刚提到监管，因为这个虚拟货币其实最为人诟病的，也就是特别是境外这一块的啊，境内的像包括美国内。刚刚特别提到是可以这个监管的比较严格一点，可问题是境外的你管不到的话，可是如果两相比较，中美的在境外这一块的监管，应该中方确实是比美方要能够有效率的多吧？但是美国也是有所谓的 long arm， 对不对？所以其实美国很多境外的交易，美国还是在看，对不对？尤其是最近几年也有几个例子，就是虚拟货币的平台。只要有一点点有 touch 到美国啊，那美国司法单位还是会去追了。所以其实美国也是有这个概念了，以后也不会放弃了。知名的国际投资大师叫做 Jim Rogers， 他素有商品大王之称啊。最近他表示说，他已经全面清空自己手上所持有的美股资产，不过手上呢仍然是有大量的美元资产，因为他要做战术性的安排。可是为什么要出清所有手上的持有的美股呢？因为 Rogers 坦白说，他说下一次美国经济危机啊，会是他这有生以来遇到最严重的一次。他说，美国不断攀升的债务问题很严重，虽然美国债务是以美元计价，短期之内违约的风险相对说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未来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的信心产生动摇的话，这后果就会非常严重。而美国正在重蹈英国当年经济衰退的覆辙。最近看到一个数据啊 ，S&P 500的本益比从6月底以来就高于22倍。那这种估值水准呢，在过去几十年也是非常罕见的。同样的，衡量市值与预期销售的这个比例啊，英文是 Price to Sales Ratio， 也显示说美股整体的估值比起过去20年平均来说是高出了超过60%。现在又听到 Rogers 讲这样的话，说他手上的美股全部都卖光了啊，是刻意的看空美股，甚至是看空美元资产呢？是为了要做空就是说为了做空美元做准备吗？我想先请教倩姐好。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大的趋势跟实质的经济没什么关系，而是那些掌管资产的大的 asset manager， 他们集体在因应或者是预期美国再把它从某些程度上呢去做一个虚拟货币的复牌，从虚拟货币到稳定币回来支持美债这个大局。所以华尔街在因应这个大局的时候有几件事，第一个就是说先把这一种的方式，就是加密货币啊、稳定币变成一个 asset class， 就是这是一个可投资的资产类别。那作为一个资产类别的话，
第二个要做的事情就是从一边把钱挪到另外一边。那过去呢，因为美股一直给你不断的攀升，虽然只有大概这个 Magnificent Seven， 就是7大科技股在一直不断的撑，其他的2万多家在 S&P 都没有什么，就是平凡无奇。但是这个7个大的科技公司啊，7大的确是让 S&P 的指数一直不断的往上走。所以如果你是专门trade指数的，或者是你是做指数的 ETF 的话，你只要跟着大盘走，或者是你跟着科技大盘走呢，你都有很好的结果。那现在如果想要把它挪到另外一个资产类别，那么是不是你要从传统的美股挪到另外这个资产类别去做虚拟货币的这个资产类别的这个大的工作，包含了黄金跟虚拟货币跟美元呢，会成为一种新的组合。所以我看这些大人物在这边玩，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最近新开始，从2024年年初的时候开始可以用 ETF 来卖加密货币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多少的资产从传统的股票、科技股、金融股已经转到了这个新的资产类别。所以他们在个别股票现在说哦，对，个别股票会有大股灾，所以他们认为个别股票有问题的时候，那么以股票为核心的，包含了 ETF 呢，也会逐渐的让它的 AUM， 就是它所掌管的资产 AUM Asset Under Management 会慢慢的变少，然后钱呢会挪移到其他的资产类别去。听您这样讲，我想，而且您曾经在节目当中帮我们分析过稳定币这个部分哈，因为要解决大量美债的问题啊，美债实在是高的吓人。对。所以 Rogers 最近这个动作，我们可以解读说，他有可能是在为这个稳定币铺路吗？他们现在大致上共同做的事情都是先从传统的美股，因为他们很多都是个别公司的，不一定是 ETF，也不一定是 portfolio。他从传统的美股呢，把它抽离，手上拿现金。对。那这个现金呢，就可以转到其他地方，因为你知道。管钱的人是不喜欢拿现金的，你的现金是不赚钱的，所以你要给你的顾客回报的话，现金是最可怕的一种资产。所以他们短期把它拿出来持有美元，是要转进到下一个资产类别。所以我认为他们大家都在玩一个跟着川普的节奏，但是不要比他先太多的这种新的资产类别的转向。对。这个讲到美国经济有可能会衰退的部分哈，阿波罗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他发出警告，他认为呢，当前市场上对于这个膨胀程度啊，甚至超过了我们曾经听到了网络泡沫化的那个时候的程度。商业内部最近也报道说，尽管现在大家都讲说 AI 非常的热哈，席卷全球，但是 BCA Research 首席全球策略师啊，叫做 Peter Berezin。他却认为这股 AI 风潮依旧无法阻止美国经济衰退的脚步，现在反而是很多人在看好，要押宝的是中国大陆未来的经济的或者市场上面的潜力啊，因为它的经济成长动力是比较可观的。好，那同样在这个给客户的报告当中呢，这个 Berezin 呢就表示说，美国未来12个月，仍然有60%的几率会陷入经济衰退，所以他说，即使市场盛传这个 AI 能够提高生产力，恐怕也会没有办法抵消川普关税的冲击。如果经济紧缩一旦来临的话 ，AI 对于美国经济的拉抬恐怕还是无力回天啊。骆董，刚刚我们讲说这些资产家其实都是在玩 money game 啊，金钱的游戏，转来转去哈。那这个背后的金融操作逻辑怎么看？就延续倩姐的话，这科技七雄啊，他们的市值是19.5兆美金，已经超过中国大陆1年的 GDP 了，你想想看，这是多么的可怕！所以表示它绝对是超估了它本身应有的价值。他们所谓的估值就是市值，就是它在市场上的这个价格。所以七雄里面大部分都是跟 AI 有关的。那 AI 它最大的这个下单的人就所谓 CSP 云端的这个供应商，那他们确实投资了很多，每一家都投资800亿美金、700亿美金。创造这个价值，那 NVIDIA 确实有这个业绩也完成了。问题是，各位你想想看，现在 AI 到底哪一样的商业应用你觉得必用不可？现在大部分人用 AI 都是去查，是就 ChatGPT， 我用各种的，我们去查。可是你现在用手机打电话，我用手机说，请你帮我订一张机票到美国洛杉矶，请问他有办法执行吗？现在是没有办法执行的。所以我们现在 AI 的应用是还有一些障碍。它的商业应用没有办法了嘛，所以 AI 是终将泡沫，
我是可以跟你讲，只是时间要拉到什么程度。哇，您直接断言 AI 有可能要小心泡沫化的，一定会泡沫的，因为它将来没有办法再进一步创造 AI 的价值的时候，就会泡沫。所以你看，美国 AI 的那个就业人口突然下降了。美国本来是最夯的这个就业人口，就是所谓的 computer science， 最近找不到工作了，因为它 AI 公司太多了，这样的人才已经很多了，所以它需求才会讲说要小心，跟当年 .com 网络泡沫化的危机，你要小心啊。真的是要小心，因为真的会泡沫。因为这进一步 AI 不会消失。我说它泡沫，它不会，它又像.com 一样，它永远存在的，它不会消失。只是说它的这个泡沫是指它超值的这个涨幅会泡沫。我的意思，万一泡沫化真的发生的话，对于经济的冲击可想而知啊。这不管是美国，那现在再看中国的部分，因为新华社就报道说，中国大陆国家主席同样是这个中共中央总书记啊，习近平，他最近在研究针对各方的意见，包括连网友的意见啊，都汇整起来。那对于“15+5”规划编制的工作意见建议，做出相关指示。习近平指出呢，民众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还有建议，有关部门要认真的研究吸纳。好。那在东华大学这边有一位荣誉教授叫高长，他就分析说呢，尽管大陆推出了很多政策来促进投资跟消费，不过从整体来看，上半年的数据似乎看起来并没有很明显的效果。那跟去年的数值相比的话，也没有太多的增长。大陆在短期内呢，经济仍然是面临很大的挑战，希望能够努力的突破哈。那大陆在高科技的中长期的发展投入，这一点倒是不容小觑，因为呢，未来是必须要更加的关注。所以靖哥讲到大陆的15+5规划跟14+5规划的最大不同处，还有它可能会继续延续执行的会有哪些方向？首先我要提醒一下，就是对于15+5的规划的意见呢，已经从去年的大概秋天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透过网络大概有300多万的这个建议。那基本上有很多对不起，网友出来了，东一枪西一弹，什么怪玩意都有。但是最重要是，就是基本上这是一个政治姿态，你有建议，我有回复。但是事实上还是要透过专业。对不起，这个国民经济跟社会发展是专业，它有很多东西。那重点是现在在做第14个5年规划的收官。那在今年的10月，中国共产党这个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这个全体会议之中，将会审议关于第15个这个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5年规划的建议。所以这个政治文件出来之后，跟明年春天的两会开始，它因为两会要审议人大是第15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5年规划的摘要。所以呢，他这2个政见呢，为什么要呼应？因为这是以党领政，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样子的话，它其实是按部就班。所以明年的两会，他要先审14+5最后的结论是如何，它最后的成果是如何，然后再去审这个15+5的这个后续。金融焦点马上来关心，就是美国参议院最近以66票赞成、3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初审通过要推动指导与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但简称是稳定币法案。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面就抛出了他的新预测。他说，他预测稳定币的市值在2028年年底前可望冲上2兆美元，甚至可能会大幅超越这个数字。而彭博也估计，目前美元稳定币总市值是大约2500亿美元，占全球稳定币96%。如果按照贝森特的预测，未来4年市场的规模必须要成长将近8倍。而最近在 Twitter X 平台也爆料有一个账号，就是说，这个叫做 Walter Bloomberg 的贴文，他就表示说，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他们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成为全球最大加密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规模的目标是500亿美元以上。综合上面的资讯先请教安雅老师，稳定币我们都知道它是算加密货币的一种，但是价值他们现在锚定在美元或者是稳定资产您觉得美国现在大力在推动，包括川普自己都动起来，在推动稳定币背后的目的是
一如外界目前所分析，要 hold 住美债，避免美债的问题发生吗？坦白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说美元是全世界的储备货币哈，最早是垫保黄金，那在这个 FDR 把这个人民跟黄金兑换的权利拿掉，好，这是第一次改变。第二次改变就是尼克森把美金跟黄金的关系拿掉，那从此以后美元就是脱缰野马，美国拥有全世界的铸币权，一张100块美金的印刷成本只要1块美元，好，所以说那从存量黄金的概念改成流量石油。但现在我们大家又知道，又在受到挑战，石油美元受到卢布、受到人民币的一个挑战。是。而现在在做所谓的稳定币跟美债，它非常有趣的。第一个就等于说，让消费者有机会可以直接持有美债。过去美债可能是国家，而现在变成一个 B to B to C 的方式，可能这人民可以持有它。第二个非常有趣的是，财政部，我以后发行债的时候，我不需要 Fed， 我甚至不需要其他国家。我有一个方式可以直接把它到人民手上，那谁敢让美债倒债？第三个就是说，那如果我是公司，假设我是 Amazon， 我是 Walmart， 我持有的美债，我还可以拿它去发行稳定币，那我不是就取代银行的工作吗？所以这是非常非常 significant 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穿了，美国为了要维持它在全球的金融霸权。他现在大力的推动这个稳定币相关的一些法案啊，但这样的做法，你觉得对于金融市场乃至于全球经济的影响会是什么？坦白讲，我觉得非常有趣啊。就第一个，我们人类历史上面有所谓上币跟下币，意思就是说，上币就是黄金，下币我们经过所谓的铁钱、铜钱到银钱，到最后变成纸币。那美元是纸币中最有信用力的 ，OK， 就是说上币你要非常尊贵才有价值。下币你要非常贱才能够到处去流通，那在这个状况就变成所谓的上币变成美债，下币变成稳定币。所以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反而把美债变得很尊贵，反而不敢让它倒。同样，我下币的稳定币会让它无限的畅饮。那非常有趣的是，这个铸币权要带一个什么状况呢？因为稳定币又会跟比特币挂钩。本来比特币是一个骗局，是因为如果你比特币要做下币变得很贱，它如何会很有价值呢？像你把比特币推上去以后变成上币。那上币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为什么比特币重要对美国人？它是社会底层人把它当成一个彩票可以致富的。那你现在又达到这个效果，而美国政府非常有趣。今天如果你拿比特币做犯罪的行为，我可以把你 confiscate， 我可以把你收走。所以说，意思是说我政府还有公权力可以把你收走。所以反过来讲，中国我花了这么多挖矿机，买了 NVIDIA 的芯片，花了这么多电，这么多水，好不容易矿挖出来的币，我美国政府说收就收。那唯一的最大的风险，这件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有朝一日量子计算出来以后，它瞬间可以把所有的币拿走，这是唯一的风险。所以这样听起来哈，就以前曾经被认为说这个好像是诈骗一样的这个我们讲虚拟货币啊，或者说甚至是稳定币哈，那结果呢，现在被奉之为上宾，然后呢，甚至是在未来有可能会解决美债问题的其中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当然，现在全球国家很多国家都已经在预备哈，说这个稳定币在未来这个推出以后呢，该怎么办？南韩其实是东亚这个加密重镇之一啊。那么根据南韩官方的数据，我们提供给大家看，有超过1/3的人口，大约是1800万人。或多或少都持有或者是有交易过这个数位资产。南韩境内加密货币交易所的交易量有时候甚至还超过了 KOSPI 哈，就是南韩的股市哈，还有包括像 KOSDAQ 这些指数的交易量。而现在这个南韩的新任总统李在明也表示说，他将会发展韩元的稳定币，以数位韩元来对抗美元稳定币垄断希望能够强化南韩的这个金融主权。那么从南韩到美国，这个虚拟货币的政策从边陲议题，现在走向是整体国家战略的层级所以是不是代表是国家之间的货币战争的对抗？我们讲说对抗还不到战争，就算是对抗，也将会从实体走向虚拟，怎么看呢？分享老师？那当然啦，其实从您刚讲的这个应该是在衍生一个就是数位货币到底对国家安全的意义是什么东西因为其实数位货币有至少3个层面来看为什么重要？本来是边陲变成国家的战略是来自于第一个呢，是它金融稳定因为就像韩国一样，它如果说太去依赖美元的稳定币的话，那当然就会削弱自己本国的货币的主权，甚至呢会让韩国的资金外逃。
甚至会有这个受到美国的制约。所以你看到它超过一般的这个股市，就是这样来的，因为它这样来防控，来防控。第二个是资讯安全，因为其实它透过这个数位的这个加密，因为它需要有这个平台跟钱包的服务。它如果越落实这个以后，对它的这个金融风险管控是会得到更多的一个保障跟确保。那第三个是主权货币的一个竞争因为尤其在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其实现在都是在做一个数位的一个竞争情况之下。那当然，如果这个韩国它的稳定币呢，那如果它具有这个所谓的抗外部的影响战略价值，那就是一个数位的防卫，数位防卫。对，因为现在毕竟中美之间的这个经济或这个货币啊等等这些多元的一个竞争跟对抗情况之下，那当然这个韩国也希望它有一个数位的一个防卫的一个效果。那当然了，其实看着这个美韩的一个从美国到韩国的政策，其实它已经在收敛了。收敛是怎么样？就是由本来是货币的治理变成一个主体跟联盟化，就主体，因为强调主体。对，谁掌握了这个数位平台，谁就掌握了这个主体。OK， 所以因此呢，在这几看起来，有数位货币，当然对国家的安全也好，或是对整个国家的主权也好，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左右跟影响。那根源还是在要想办法解决现在居高不下的美债问题啊，因为6月底马上这个6兆多的美债就要到期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香港《明报》也报道说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王义维就分析说，大陆方面最近已经在减持这个美债，然后呢退居到全球拥有美债的持有的国家是第3名啊，它原本是排名全球第2的。那现在也传出呢，要考虑购买稳定币这些新型的货币来削弱美债带来的风险。最新的数字是中国大陆持有美债是7654亿美元左右，所以从这个稳定币的底层逻辑来看的话，它是一个稳定美元全球机制。刚才2位老师都已经讲，那大使研判，美元如果有了这个国际货币基金啊，还有包括数位货币，我们说双重保险，那就这个一帆风顺了吗？北京当然很清楚哈，未来他们会怎么应对呢？对，其实现在美国的这个数位货币法，它现在就是说还众院通过了，参院还在审议哈，所以还没有变成事实啊。但是这个基本上它就是数位货币哈，那么由国家来发行，国家来做保证，就是这样子。川普跟鲍尔5月29号呢就在白宫见了面，这是川普呢第2任期以来2个人第一次会谈。双方谈什么呢？讨论了经济成长、就业、通膨等相关议题。而鲍尔呢，在会后强调，他说，货币政策将会完全基于客观分析来制定，不受政治影响。那么，因为之前川普一直不断向联准会施压，要求降息。4月份的时候呢，还多次在他的 Truth Social 发文炮轰，并且呢，表达对于鲍尔的不满。他也希望鲍尔下台，甚至说我要换人是随时可以换的。他还叫这个鲍尔叫做 Mr. Too Late 太迟的先生，一个大失败者 a major loser 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鲍尔。所以现在这阵老师怎么看川普跟鲍尔之间针对这个利率的角力？川普当然是政治考量，政治考量包括明年的期中选举，包括他上任以后多快能够在经济上面能够有实际的成绩出来。那么川普基本上做决策至少会看2个指标，每天都看，一个是民调，一个是股市。那么所以利率的降息啊，还有这个联准会能不能够配合他的施政，变成是一个关键。对有一点像是挡在路上的一个石头，但是要不要搬走，那搬跟不搬都有利弊可以去做分析。那么基本上来讲，我觉得见仁见智。如果我们认为联准会的信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于整个市场的信心很重要的话，那鲍尔就不太能够随时的放手。我一直认为那个川普毕竟还是跟鲍尔见面了握手比握拳好。那么会谈不一定要有结果，对，因为川普跟鲍尔针对目前美国经济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政治上面的得分的需求，另外一个是长期资本市场稳定的一个任务。这2个中间当然会有冲突，那就看双方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妥协点。我经常碰到美国这个极端对立，即使是同党
但是意见极端不合的。我倒觉得有一次普瑞哲跟我讲，他就说，我就问他这2个人可以同朝为官吗？因为我对他们太了解，他们彼此之间非常不欣赏。普瑞哲先生说他们都是成人，都是大人了，都是大人了，应该知道适可而止，什么时候必须要做妥协。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过鲍尔目前我看不出他要放手的一个情况。是。那么川普还有其他更多头痛的事情，所以川普横财入灶的这种几率，我觉得也不是太高，这是我个人的观点。那这听到鲍尔不断在表达对于未来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啊，也就是因此而没有办法轻易的说要降息就降息。那现在当然看到说降息的与否，当然跟美元的联动之间啊也有极大的关系。美元现在正在面临大家说是内忧外患的一个关口嘛。渣打十国银行集团，那么包括这个我们现在要讲的外汇研究主管啊，叫做英格兰德，他就分析说，外资目前还不愿意抛售传统避险资产，其中当然就包括了重要的美债。那正在静观其变，这个川普政策能不能够提振成长？如果川普的关税还有包括最近一直在讲的减税哈，这个没有办法带来成长的话，外国债权人可能会担心的是美债的永续性，而这很可能会显现在风险溢价上。形势之一就是利率走升，第二就是美元贬值。所以英格兰德就表示说呢，要是美国贸易政策持续的反复无常，投资人就会不愿意进一步的增持美元，导致美元出现明显的变动。最近看到中国大陆跟欧洲的经济展望是好转的现象啊，当然这也会使得美元的卖压会逐渐的增加。好，现在看到，当然市场最担心的就是政策的反复不定。那确实这也是川普现在给全球的印象啊，就是变来变去，变。关税的成败，还有包括税务政策的改革，都会影响到美元、美债接下来的表现。所以骆老师怎么看美元跟美债？我们分别来看。在这里，虽然我们要知道，他们那个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哦，它的其实战略意义是很好，可是它的战术上有一点凌乱，所以造成它的这个策略没有办法在现阶段完成。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拟定川普这个关税策略，在处理美债、美元的这些人，都是非常聪明的华尔街的精英。然后知道这些财政部长啊、商务，他们都是华尔街出身，都非常的聪明。所以他们处理这个问题一定有他的方式，虽然6月底以前有6兆多美元的这个美债要到期，可是你看联准会它一定都是用怎么样？它会发行新债去换财政部会发行新债换旧债，发行短债来换长债。那连联准会最近也花了400多亿的美金去购买美债，你就可以知道，所以他们在稳定美债这里是非常用心。我们知道，一旦整个政策关税的政策这个定调了以后，最后就会趋近于美债的利息呢，就是它的 GDP 经济成长率加上它的通膨率。对，这是一定是最后走向这样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是在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确实关税的不稳定会让这个美债的殖利率一直飙高，这对美债是确实有点影响啊。但是我觉得目前还是在处于美国政府是可以可控范围之内。那至于美元，是川普一直希望美元贬值，他推关税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美元贬值，降低他对欠各国所说的税，这个利息付的太多，对他的财务影响很大。所以我觉得美元也会慢慢的贬值。从我们看，我们最近新台币也是开始慢慢升值，从30块以下每天慢慢0.5毛慢慢的升所以这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元一定会持续慢贬值，但是不会影响到美元的地位。以现阶段来讲，美元的地位绝对是所有国家它的第一个储备货币。就刚刚你讲的，它也不会去抛售传统的美债，这是它最重要的资产。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的控管能力是相当强的，但是它一定要维持它关税政策的稳定性跟一致性，不要让所有的外国投资者无所适从。否则，像欧洲、日本、中国大陆，它一旦抛售美债的话，确实会给美国带来一些压力。
上礼拜其实台币又再度挑战这个30元的关卡哈。那当然这个提到了美债啊，大家都知道全球拥有美债最多的，现在排名第1的当然是日本。不过未来有一个可能会超越日本哈。接下来要请教这个专业的金融啊，因为我最近看到稳定币。哇，这个是虚拟货币，竟然有朝一日有可能，据说是在2030年哈，这会超越日本，就是拥有美债变成是第1大金主哈。那川普呢，他曾经说他让美国成为世界加密货币之都。他旗下的川普媒体跟科技集团在5月27号也宣布了一项重大投资计划，说要透过私募方式筹集25亿美元，用来买比特币，然后设立比特币金库。这个消息一出呢，市场的反应并不买单啊，这个股价当天大跌了10.4%。另外，更重要的是，在5月中旬，美国史上有第1部的稳定币法案通过参议院程序性的投票，最终现在是要表决啊，看会不会过。那目前呢，90%的稳定币都跟美元是有挂钩的。什么叫做稳定币啊？大家以为它是一个货币，其实它是指法定货币或特定资产相互挂钩的这个虚拟货币，目前市场上有超过90%都跟美元有挂钩哈，所以我想请教倩姐，因为这是金融专业哈，因为它曾经被认为是一个骗局，但没有想到现在呢，包括刚刚骆老师也提到了美债、美元，美国当然希望美元是要始终维持世界的霸权，它就是一个强势货币，怎么看？我先念 data point 给大家啊，就是说从去年就是24年的12月到现在呢。欧盟、美国的参议院、美国的众议院跟英国的金融行为局呢，都通过了跟稳定币最新的相关的法规。同一时间啊，也就是去年的12月到现在呢，美国、巴基斯坦、英国等等呢，也通过了跟比特币相关的法规。在同一时间呢，在无论是美国、德国，都开始在做黄金重估的讨论。对。那所以，我把这3个 data point 把它摆在一起呢，给大家看的是说，2025年的4月2号，表面上是对185个国家的关税大战。事实上，这个解放日呢，我认为它讲的就是要从布列顿森林体系的2.0解放出来。因为整个的米兰计划的最终是要去重塑全球金融贸易，包含储备货币的格局。那这个就是布列顿森林体系在1.0版的时候是跟金挂钩，2.0版是跟石油挂钩。那现在3.0版到底是在跟谁挂钩呢？好，我刚刚念了一大堆数字给大家。那回头去讲你前面的问题，我认为现在的 Fed 跟美国的政府，就是以川普为主的这个政府，包含他政府的高阶幕僚、财政部等等等等呢，分别是在做前场跟后场。在 Fed， 他在捍卫现今的2.0的这个制度。就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里面，美元是唯一的储备货币，是啊，没有别人跟它一样大，也不可能跟它有类似。到目前为止，不管你是Zimbabwe 啊，你是卢安达啦，你是印尼，你要去交易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还是要经过美元体系，你过不了这个。所以 Fed 在捍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2.0，就是以石油美元支撑的这个体系。那中间呢，它管的是什么？美元、美债。跟中间的 Euro Dollar 欧洲美元中间有很多避险的产品里面的那个大量的往来。那我讲过很多次 ，Euro Dollar 不是都在欧洲，有一大部分是在日本啊，所以是欧日美元，应该是 Euro Japan Dollar。那这些都是在一般的国际金融机构里面用避险产品的方式在做交易的。那它时常远远大于 Fed 在资产负债表里面的美元啊。那这是这一块，所以。这一块呢，你不能动啊！你现在如果动了，你连布列顿森林体系的2.0就动了。对，所以那个鲍威尔他在他的职责就是捍卫这个2.0，让他现在不会动。可是如果你看他说我们90天的这个关税讨论，他不是在讨论关税啊，他90天买了时间在做后面的铺陈，像我们刚刚讲的啊，所以他简单的说他的这个逻辑是这样，在美国呢。大部分的黄金是以42.22美元留在他的账上。他如果用 GRA 黄金重估的话，我现在随便用个比较高一点的3500，因为现在很快就会到那里嘛。用3500来算的话呢，它就会多出账上就会多出9152亿，就是1兆啊。跟他现在的经常账，跟他现在的国家的债务还是杯水车薪。那怎么样重新去建立呢？这个就可以把它转为比特币。所以你看到川普做了非常多在比特币这里的布局。
那比特币如果有更多的人在去年的2024年开始，像这一类的货币都可以做 ETF 了，就会你有全世界的资产呢，就会被吸到这一个新的资产类别，我们叫做 category 啊 asset category。进入这个资产类别的资产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就会有更大的对稳定币的需要，因为稳定币是在所有的这些币圈的中间的一个稳定。对，那这个稳定是几乎是你刚刚说90%几是跟美债挂钩的，而且是跟 T-bill 短债，它是跟短债挂钩的。所以越多的人在币圈做事情，那就越需要稳定币，稳定币就要回来买美国的短债。那短债其实是风险比较大的，美国一心一意希望把短债换成长债，所以当你有一个新的客户，有个大客户叫做 stable coin， 他要来大量的购买短债的时候，你就创造了一个新的，我认为非常虚但是可以操作的闭环。对，就是成为现在的美国的财政，经过了黄金重估，经过了比特币，经过了扩大的稳定币，回来重新支撑美债。这个 T-bill， 那这个环呢，刚才念了那么多最新的这些新的措施也好，国家在做的事情也好呢，你可以看到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天方夜谭，但是若是你坐在白宫，你是川普，你到底到哪里去想个办法去搞出一个布列登森林体系的3.0版，而维持美国的伟大呢？因为他不愿意丧失美国的伟大嘛，所以必须仍旧要维持在他可控的范围中间。那表面上看来很空，但是对不起啊，德国去年也开始在做这些事情。荷兰老早就开始做黄金重估了，他们已经把第一步已经讲过了，说黄金重估可以增加它本身的稳定，可以去抵消它的一部分的财政的风险。所以这些大国已经开始做了。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样越过了这个过去的这些规则，跳到比特币，跳到稳定币。那美国做的第一个大事情就是降低监理，这财政部长开始讲，对，然后再通过法案，在法律上面建立它的法律的基础。那欧盟啊，其他的国家应该也会跟着做。那我就稍插一句嘴，我觉得中国大陆也是很快跟着做了，因为不然的话，香港不会通过稳定币。对，所以简单来说，其实美国的如意算盘大家也都非常的清楚。那可是唯一不同的在说，原先以前美国大家都是独大啊，自己想干就干，但是现在呢，其他国家进来以后呢，这个变数就增加了，恐怕不是像美国想象的这么容易。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